你妈那个蠢老头，还想靠炒股发财，那都是有钱人的游戏，你也配？高启发，你就是条臭咸鱼，这辈子也翻不了身。哎，记住了，老子叫张宏伟。可恶，难道老老实实卖鱼就真的翻不了身吗？感应到强大执念，世界发生改变，海洋环境急速恶化，鱼类数量锐减99.99%，鱼成为全球珍稀资源，鱼成为全球珍稀资源。老板，鱼怎么卖的？老板，我们买鱼，卖500万，给我买鱼，给我出100万，出100万，卖我多少钱我都不卖。妈妈，我想吃鱼。你这孩子，鱼是咱们这种家庭能吃得起的吗？把咱们家房子卖了也卖不起。走，回家。随着鱼价涨到1亿元一条，投资养鱼已经成为各大资本争相追逐的生财之道。还有，谁掌握养鱼业，谁就能成为资本的王。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算了，这么多鱼，先抓一条回去给我妈煮汤喝吧。都给我小心一点！这条鱼可是我花了1个亿买来投资的，不容有失。是。小心！哎，你这么快就死了？不好意思。我的什么1个亿啊？你少给我装了！整个原城现存的活鱼不超过10条，光这条鱼每年生产的鱼鳞鱼粪就够我江氏集团上千万的收入了。现在全被你给毁了！不至于吧？不就是一条鱼吗？我赔给你好了。赔？就是把你卖了也赔不起。哎，够了，就是条鱼嘛。啊，这是我下午刚从池塘捞的，今年2赔。先生，你确定要把这条鱼赔给我？就是条鱼嘛，我家池塘多得很。没事，我先走了。等等，又怎么了？这条鱼你不要了吗？对，刚死还新鲜着呢，现收还来得及。你有刀吗？有，来人，拿把刀给这位先生。借我一下啊！你干什么？当然是分鱼了，我可是专业的。这么珍贵的鱼，他竟然随手就处理了，好流畅的手法，好沉稳的气质，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搞定。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先生，我是江家的江兰，还没请教您的名字。我叫高启凡，拜拜。拜拜。高启凡真是个神秘的男人，说不定他能帮助我江家摆脱困境。啊！好点没？先喝点鱼汤吧。完了，都说妈没用，害咱家钱被骗光了，是妈害的你啊！妈，没事了，钱没了不要紧，大不了我努力，再多卖几年鱼，等我挣到钱了，我就把房子赎回来。高启凡，高启凡，高启凡！
房租到了2万。不是说好的半年1万吗半年，1年起租，租金2万。2万，那冯大姐，能不能给我缓一缓？我这又不是慈善机构，你不租，有的是人租，交不起钱，那就给我搬走。喂，等我给我妈喂完饭。啊，儿子没本事，你先喝鱼汤，回头重新找个房子。什么档次？竟然跟我用一样的电视！再来一口啊！快点！哎呀，我的天哪！鱼汤啊！干什么？这不能等一会儿吗？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给你妈喂的这一碗鱼汤，怎么把我这房子买下来了？什么？高先生，你竟然煮鱼给你生病的母亲吃，你这孝心简直是感动了全球啊！也不至于吧，不就是一碗鱼汤吗？天哪，还有一副完整的鱼骨头，要是能买到保管，至少得值300万。高先生，我有个提议，你愿不愿意用这副鱼骨头换我的房子啊？什么？鱼骨头换房子？别开玩笑。高先生，我知道我这房子有些年头了，看着邋遢不值钱，但是地段好，你就跟我换了吧。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但是你是不是发烧了？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用，你说好，可别反悔啊！以后都是你的，你就是房东了。什么情况？老豆，大姐，不会是精神失常了吧？我还是先留着吧，等他回来再给他。你就是高启凡？是啊，怎么了？拿下！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我是国际鱼类基金会的会长周巡。高启凡，有人举报你非法买卖珍稀资源。珍稀资源？开什么玩笑啊！我就是一个卖鱼的，哪有机会接触什么珍稀资源啊？哼！既然大言不惭的承认了，我问你，半个小时之前，你是不是杀了一条珍贵的活鱼？杀鱼？对呀，我煮汤喝了，怎么了？什么？你杀了鱼还煮汤喝？好一个法外狂徒，简直是狂妄！不是，我从自己家鱼塘捞的鱼，又不是偷的，煮个汤喝怎么就犯法了？你自己家的鱼塘啊？笑话！就连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超级豪门都没有自己的鱼塘，你哪来的鱼塘？什么跟什么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我带你去我的鱼塘看看。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带走！班长，你说的地方我们已经到了，鱼呢？着什么急啊？这不到了吗？笑话！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能有鱼？蒙谁呢？我劝你老实坦白，别再耍什么花招了。养鱼不应该就在鱼塘里边养？你能不能看清楚再说话？这里边如果能有鱼，那我这个会长就不当了，让你来当。我的天哪，鱼好多的鱼呀！这么多鱼，这得有1万条吧？哎，会长，别叫我会长，我不配当这个会长！你们还不赶紧松开！快！高先生，我跑遍了全世界，才拯救了不到100条鱼，而您轻而易举的就养活了1万条鱼。高先生，这个会长应该由您来当啊！你们都没见过鱼，这么一池塘，不至于这么激动吧？您知道这1万条鱼是什么概念吗？一条鱼价值1个亿，您这一池子鱼足够让您当全球首富了。全球首富？而且这还不包括每年新出生的小鱼苗、鱼籽、鱼鳞等等珍贵物品。您这1万条鱼啊，堪比
1万台印钞机呀！有这么夸张？你们派人24小时，高先生的鱼塘保护起来，按照瑞士国家银行的安保级别严密封锁，只有高先生可以自由进出。是。不过鱼塘这事我告诉你，哎呀，风险！如今水质恶化，养鱼是越来越难，只有高先生能轻易的养活这么多条鱼。特殊一点怎么了？再说了，这些都是高先生的私人财产呐，他想怎么处置啊，就怎么处置。明白。高先生，这是我们基金会的金卡，只有全球顶级渔业投资者才能拥有，请您务必收下。我去，什么时候养鱼这么受重视了？发给我一张金卡。高先生，我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渔业投资大会。我相信，全球顶级的渔业投资者都会欢迎您这位养鱼大佬的。这不会是什么非法的组织吧？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各位，欢迎来到江城渔业投资大会。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新晋富豪张宏伟、张少，大家掌声欢迎。张少，恭喜您跻身新一届富豪榜。听说最近年豪掷全部身家1个亿买了一条鱼投资渔业，是真的吗？没错，未来养鱼就是投资最大的风口，我张宏伟必须抓住这个风口。张少有魄力啊，真是年少有为。宏伟哥，你真棒！都是同行抬举。那个人是谁啊？高启凡。这保安都下班了吗？你个卖鱼的臭屌丝都能来这儿了？张宏伟，你个死骗子！我还没说你呢，上哪儿关你什么事儿？你，张少，这是怎么回事？主持人，这人啊就是个臭卖海鲜的，他怎么能来这儿呢？我可以作证，他呀就是一个卖死海鲜的小摊贩，别说是一条鱼了，他就是连这里的一包鱼饲料呀都买不起。你少瞧不起人啊！看你们这儿搞这么高大上，以为要干嘛呢？不就是养鱼吗？这玩意儿我家要多少有多少。好大口气啊！这人怕是不知道现在鱼有多珍贵吧？就是。我看呀，他就是没有见识，估计把这1亿1条的活鱼当成海边随便就能捡到的死虾死螃蟹了吧？啊！主持人听到了吗？还要多少有多少。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怎么配在这儿？来人呐，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哎，你们干什么？少废话，滚！住手！张小姐，高先生又见面了，没关系，有我在。各位，高先生是我的朋友。江小姐，您贵为豪门江家千金，跟这种垃圾在一起，多掉价呀！请注意你的言辞。高先生对我有恩，谁对他不敬，就是和我江兰作对。行，高启凡，今天算你小子走运了。张小姐，我听说江家刚经历了投资失败，急需转型，所以来了渔业投资大会谋出路，对吧？这不关你的事儿，是不关我的事，但是你非要保这个小白脸。一会儿拍卖的时候，咱实力见真章。走。张小姐，谢谢你。举手之劳，高先生。实不相瞒，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拜托我？哎呀，我能帮你什么呀？我就是个养鱼的，我没什么本事。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江家的投资出了点问题，想要转型渔业。急需一位有能力的合作伙伴，我想请您合作。合作？好
好啊，说别的我不行，说到养鱼，这个我最在行了。那太感谢您了，高先生。今天这场拍卖会，我们就先联手买下出售的鱼类资源。没问题。各位，欢迎来到渔业投资大会。本次大会采取拍卖的方式，售卖珍贵的鱼类资源，每样拍品最低100万起价。100万？吹牛吹大发了，最低都要100万，这个梦我该怎么帮啊？今天的拍卖将决定未来养鱼业的格局。这些珍贵的鱼类资源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时间已到，我宣布拍卖会开始。等一下，身家100亿的大侠股神李嘉诚，鱼类业女王刘家河，就连阿拉伯的皇室石油王子安塔也来了。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听说江城有10条珍贵的活鱼苗售卖，我们特意报专机前来购买，各位见谅了啊。原来都是为了买鱼苗来的。这3大亨每一位都是投资界的超级大佬，看来这场拍卖会注定是狼多肉少，竞争激烈了。这么多投资大神都来了，看来江家竹篮打水一场空。股神前辈，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您刘总、安踏王子是投资界的3大亨啊？谁这么不开眼，敢和您3位竞争啊？你是鄙人张宏伟，是江城新晋富豪。幸会，其实啊，老夫也不贪心，只要买5条鱼苗，也就心满意足了。李老大，你一个人就要1半呢，别忘了还有我们呢。我也有饭，这10条鱼苗，谁敢喊我们3个贱货，我弄死他！那是，你就算借我们1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跟你们3位竞争啊。但是吧，就怕有人他不知好歹。啊，这位就是江家的江小姐吧？你不会怪我们横刀夺爱吧？股神前辈说笑了，拍卖会嘛，价高者得是规矩，能不能拍下，总得试一试。江小姐还是不服气呀、你们江家想进入渔业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不过我还得劝你一句，养鱼可是市值万亿的大风口，年轻人把握不住。说的对，这养鱼啊是高端产业，非你们3个莫属。张小姐，就放弃了。不是，养鱼有手就行了，还保不住。你这老头，你太会唬人了你！你说什么呢？江小姐，你千万别被这个老头唬住了。养鱼很简单的，我手把手教你。鲍启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质疑股神前辈？你信不如神？放开小兄弟。是，年轻人，各行各业的老板，我李某人都认识，唯独这位小兄弟看着面生得很。敢问这位小兄弟是投资哪一行的大佬？我不是什么大佬，也不是来投资养鱼的。那你是？我本来就是养鱼的呀！我本来就是养鱼的呀！高启发，你还装蒜？来到这的都是想养鱼的。这位小兄弟说的也没错，既然人家不想透露身份，我们也别咄咄逼人。还是那句话，价高者得，凭本事嘛。股神大人，您说的对。高启凡，我先让你得意，一会儿有你出手的时候。真是老宋，赶紧开始吧！对，走。各位，拍卖正式开始，请看1号拍品。首先拍卖的是一袋保存完好的鱼饲料。这是大污染之前的原产鱼饲料，竟然保存的这么完好，这东西得值700万吧？看来江城果然有不少好东西，像这种档次的鱼饲料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好的鱼饲料，我正好买下来给我刚买的鱼，一定要拿下。什么情况？鱼饲料也拿来拍卖？就这玩意儿，我这儿有一仓库呢。我宣布1号拍品的起拍价是100万。我去，一袋鱼饲料100万，哪个傻屌会买呀？我出价100万。3位大佬，我非常需要这袋鱼饲料，
还请各位高抬贵手了。张少放心，我等志不在此。这些东西你拍吧。感谢股神大人。既然这样，我也拍，我出150万，200万，250万。哎，张小姐，你疯了？花200多万买这个玩意儿，这就是一袋鱼饲料啊！高先生，想要进军渔业，鱼饲料是必需品，况且这个价格也不算贵。这还不贵？江兰，你是要和我竞争是吗？我出300万，400万，500万。哎，张小姐，别讲了，不划算。可是我真的好需要。我们是不是合作伙伴？你要是真喜欢鱼饲料的话，我可以送你啊，要多少有多少。你相信我。好，我相信你。我放弃。江小姐，我以为你有多大底气呢，这就放弃了，真没意思。高启凡，看来你当的这个富婆不太行呀。张少果然豪气啊，豪掷500万买下这些鱼饲料，后生可畏啊！看来这江城新晋富少立志要成为这养鱼界的未来霸主呀！二位大佬过奖了。不是，我说你们都是来搞笑的吧？花500万买这么一袋鱼饲料，这么傻屌的行为，也值得你们吹？你说什么？高启发，我忍你很久了。我又没说错，不是你们这些人都这么没见识。还有你说的什么3大亨，我看也不怎么样。你太高傲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比我宽的人。别激动，以和为贵。你没听到吗？还没人说我们。这个小兄弟啊，可一直没出手，说不定人家身价丰厚，还真瞧不上你。有没有实力，待会儿就知道了。哼，高启发，你给我等，看不起我是吧？今天你要是一件都不拍，你找人打断你的腿。好了，各位，拍卖继续，接下来是其他拍品。我出300万，恭喜张少拍下1000万，800万。现在拍卖的鱼竿、渔网、鱼饲料，每一样都要几百上千万。就是黄金做的鱼用不着这么贵吧？高先生有所不知，在我们投资界有这样的一句话：种地能挣钱的话，普通人将会连锄头都买不到。现在鱼苗这么珍贵，这些东西自然也跟着升值。看来这投资还真是有钱人的游戏。先不说了，压轴拍品，鱼苗要上。就是不知道拍卖的是什么鱼苗，一袋饲料都要500万，莫非是什么蓝鲸、大白鲨？各位，接下来是最后一样拍品，10条鱼苗，压轴品10条鱼苗，起拍价10个亿。小鲤鱼，500万一袋的鱼饲料已经够离谱了，这整条小鲤鱼竟然要1亿1条！高先生，现在市面上材料的鱼大多是不同品种，很难反映。这10条鱼是同一个品种，繁殖的概率很大，未来的价值不可估量。那也不至于要1个亿1条吧？恐怕不止1个亿。各位，这10条鱼苗可分开售卖，按照单价，价高者得。现在拍卖开始。诸位，宝贝难得，我李某人却之不恭，我出10个亿买5条。天哪，不愧是股神，开口就涨到了2个亿一条。我出6个亿买3条。好，还有人竞价吗？那么我宣布，恭喜黎先生拍下5条，安塔王子拍下3条。不愧是投资界的3个大亨，这下只剩下最后2条了。再不出价，我出3个亿，还剩下2条。我出3亿5千万。张小姐，张小姐，心情别来了，真划不来。江小姐，看来江家要空手而归了。你刚不自信满满吗？你都出价呀！我出4亿，还剩下2条。这
这是我江家全部的资产了。好魄力，我放弃。好，恭喜江小姐拍下最后2条。就算江家拍完剩下的2条，又能怎么样？江家钱已经花完了，元气大伤。再想起来就难了。让高启凡那个臭屌丝得了，江家倒，我看看以后吃谁的软。好，恭喜江小姐，请江小姐上台付款吧。等等，不要了，这2条鱼我们不要了。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江小姐，就这几条小鲤鱼炒辣椒都不够1碗的，有那么值钱？你千万别上当了！高启凡，你敢扰乱会长秩序，你找死啊你！闭嘴吧你！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是在坑人。这位先生，我们的拍品都是按照市场价拍卖的，童叟无欺。你不出价，请不要影响别人。童叟无欺，拉倒吧你！我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但几千条鱼苗我还是有的。江小姐，你要实在喜欢，我可以送给你，用不着买。我跟你说，他们这些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你敢说我们是骗子？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不知道从哪儿租来的奇装异服，整个跟个杀马特似的。不是骗子是什么？杀马特。什么是杀马特？放肆！高启凡，你胆子太大了吧！投资会不是你撒野的地方。骗你的吧，张宏伟，当初你就骗我，怎么？现在你还想骗张小姐？当初就是他们联合起来诓骗我家的地，现在他们几个还想联合这些杀马特来诓你呀！他们几个什么破鱼苗，就卖几个亿，这太过分了！你诽谤我！主持人，他诽谤我，他就是来成心捣乱的。没错，自从拍卖会一开始，他就一直在打岔，还对3位商业顶级大佬出言不逊。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我还就是故意的，怎么了？你们敢骗人，还不敢让人说？保安，把他给我拿下！哎，干什么？放开我！高先生，你们放开他，高先生不是有意的，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哼，让我来说句公道话。江小姐，来这里投资的都是经过鱼类基金会认证的顶级富豪。如果高先生不能拿卡证明他的身份，那只能按照规定来处理。好，什么东西？好，就是这张身份黑卡。主持人，拿我的卡去试试，让高先生看清楚。就按股神大人说的办。我的天哪，500亿！天哪，不愧是股神大人，这就是3大行的实力。股神大人财力丰厚，这才是有资格参加投资大会的顶级大佬。高启凡，你看清楚了你，臭屌丝，你拿出来了你！他就是个臭屌丝，连身份卡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看呀，就应该把他给扔出去。等等，你松开！你们说的，该不会是这个吧？大张假打糊弄谁呢？等等，这好像是这个。主持人，哎，拿去刷一下。好。哈哈哈哈！你才100块钱啊！真没想到啊，这小小的江城，竟然有高先生这样的养鱼大佬。多亏了他呀，让我的任务超额完成了100倍。这么说来，我是欠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喂，知道了。会长，紧急情况，高先生的金卡刚刚被使用了。但是我们的后台还没有将他的财富值录入数据库。什么？高先生可是我们基金会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会发生这种错误？传我命令，
立刻更新高先生的账户信息。是。哎，等等，我还是带人亲自去一趟。走。哼，100块，我早就说了，高启凡呀，你就是一个穷鬼。可惜了哟，我以为投资界又出现一位大佬，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真失望了。大佬，这事交给我，我替你们调查他。住手！你们看，高先生的财富值变了，我该不会看错了吧？高启凡的财富值增加了1个0。又多1个0，为什么还在这往当中？8个0、9个0，还在增长。1万亿，那得是多少钱？高启凡就是一个小摊贩，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资产？不可能，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1万亿啊！看来我们真是看走了眼。以高先的身份，就是把整个投资大会承包下来，也是小事一桩啊！我去，得罪了亿万大佬，保安，还不快退下！慢着，你们都被骗了。教授，大屏幕上显示的清清楚楚，怎么会有假呀？各位，这不符合逻辑。你们想想，1万亿都可以买下一个小国家了，他的什么样的产业能支撑得起他万亿身家呀？你想知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李总、刘总还有安踏王子，你们3位都在啊。周会长，您终于来了，我们抓了一个盗用身份的骗子。冒用身份？你指的是高先生？对，就是他。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高先生的财富值是货真价实的。真的？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资产？你要是还不信的话，那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全是鱼，这些珍贵的鱼全是从高先生的鱼塘里捞出来的。像这样的鱼还有1万条。这么多鱼，就算叫一声鱼王也不为过呀！实话告诉你们吧，不仅是这些，包括今天拍卖会上的那10条小鱼苗，也是从高先生的鱼塘里捞出来的。你们还敢质疑高先生的身份吗？高先生，都怪我没有事先通知您，就私自为您售卖了那10条小鱼苗，没成想却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实在是抱歉呐。不是，原来这些鱼是从我鱼塘里偷来的。骗人就算了，还拿我的鱼骗人，太过分了吧？这明明是拍卖会，这位高先生怎么能说是骗人呢？还没看出来，以高先生的身份，根本就没看上那点钱。好气愤！高先生，你拿款成品就卖给我，好吗？我去你了。我愿意拿阿拉伯的10块邮件和你换。还有我，渔王大人。我愿意拿我名下30个好莱坞顶流明星签约合同，跟你换这10条鱼。我也愿意以10家金融公司的股份和你那10条鱼。请你不要嫌弃啊！您是不是演戏演上头了？不是，就这么点鱼，值得你们这么吹嘘吗？这高先生根本就没看上咱们那点资产。都怪你们2个，接着羞辱渔王大人！不，得罪。不，来人啊！我要管他的，发光去！救命啊！高先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就连手眼通天的投资界3大亨都要叫你渔王。张小姐，你别听他们瞎说，我不是什么渔王，我就是一个卖鱼的。对了，张小姐，你不是想要鱼苗吗？我直接送给你吧。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放弃我吧，我已经收了你的鱼饲料了。我们不是合作伙伴吗？况且你今儿帮了我的忙，我总得表示的。那好吧。哦，对了，我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想请你假扮我男朋友，跟我去见我爸。什么？我知道这很冒昧，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被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富公子给盯上了。我要是不找个挡箭牌，会被我爸给逼婚的。明白了，你放心，交给我。张叔叔，来了，王爷来了。
张叔叔，今天您生日，我特意带了3位同学过来拜访。叔叔好，叔叔好。王源，有心了啊！完了，我也给你带了。师姐，不这样。完了，回去态度，失礼了。啊，他的礼物真的没有少，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兰兰，这小子从哪冒出来？就这样子，这也配不上兰兰呀！爸，这就是我男朋友高启凡。没错，叔叔你好。行，来都来了，进去吧。走吧。叔叔，这就是你们鱼神酒店鼎鼎大名的鱼神吗？没错，这个鱼神啊，是我年轻的时候无意间抓的。自从有了它，我的事业是蒸蒸日上。买下这酒店以后，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作为镇店的鱼神。好漂亮的鱼啊！我还头一次见到活的鱼，还是金色的，价值连城啊！没错，曾经有人花10个亿去买它，被我拒绝了。怎么了？你看看我这个鱼神，点评点评。江叔叔，都说这鲤鱼能化龙，更何况这还是一条黄金鲤。我相信啊，这江家未来有这条鱼神坐镇，必定是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多谢冯少吉言啊！年轻人，你也说说，我这个鱼神怎么样？我觉得吧，好，究竟好在何处？你说说看。好就好在它特别肥呀、肥啊，用来煲汤一定好喝。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家就是卖水产的，好不好吃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完了，这就是你找的好夫婿。行了，我进去。没事。确实挺肥的。来坐吧。江叔叔，今天你生日，我送你一只金龙，祝你财运亨通。我送你跑马车1辆，祝你马到功成啊！谢谢啊。他们送的可是黄金和豪车，怎么好像你爸不感兴趣了？这些平日里见惯的东西，爸是不会感兴趣的。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张叔叔，得知您生日，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特意花重金为您买来极品咸鱼干。哇，这可是好宝贝啊！天哪，这是真的咸鱼啊！不仅如此，这可是一条腌制了10年之久的老咸鱼。哇，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如此稀罕的宝物啊！董事长，让我们尝尝。这味道太正了，不愧是陈年老咸鱼。董事长，你也太有心了。对吧？啊，送我这个鱼是太奇怪了，我都不好意思收啊。叔叔，您太客气了。实不相瞒，其实我对兰兰一直是情有独钟。刚好借着今天您的生日宴，我想向您提亲。这条咸鱼干就代表了我想迎娶兰兰的真心。这好啊，冯少可真是痴情的好男人呀！从这个礼物你能看出，对他兰兰的感情啊，那可真是情深意重啊！是吧？就这就情深意重啊！我看味儿倒是挺重的，跟10年没洗的臭脚丫子差不多。你个卖水产的懂个屁！这老咸鱼保存如此完整，入味如此之佳，论价值，至少和100年老山参、50年老茅台等价。对，真没见识。小宝，我知道你喜欢他，我也支持，但是这个感情嘛，还得看兰兰自己的想法。爸，我有男朋友了。有怎么样？不是还没结婚吗？
是吧？一条咸鱼就把老丈人搞定了，早知道我也带点他来。这位高先生，既然江叔叔已经这么说了，那就不要介意我追求了。我说你这个人脸皮够厚的，你就送条臭咸鱼，你就想理直气壮的抢别人女朋友，真不要脸！怎么说话呢？人家江叔叔已经同意了，有本事你也送礼啊！送就送，不就是条鱼吗？喂，帮我送几条鱼过来。好的，高先生，请问您对鱼有什么要求啊？要求？没什么要求。按照鱼生酒店那个鱼，给我送个10条8条。按照鱼生酒店那个鱼，给我送个10条8条。好的，高先生。 10条8条，你怎么不说100条啊？服了，卖个鱼给你牛的，你们家养鱼的呀？你们说话真有意思。我不养鱼，我卖什么呀？还装呢，兰兰，你这男朋友啊，可真不靠谱。话也不是这么说嘛。我昨天倒是听说江城公布了一位资产万亿的鱼王，那可是震惊全城啊！这说不定人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鱼王了。啊，你说的是昨天晚上那个陈大卫吗？没错，我就是那个鱼王。完了，这就是你找的人，你故意气我了。爸，启凡他也不是故意的，你别说了。 行了，去饭吧。启凡，不该吹牛了。就算你是鱼王，也搞不来金色鲤鱼。况且像鱼神这种变色品种，怎么可能一次搞来10条啊？我爸他好像生气了，要不然你先躲躲。去啊，爸，启凡他也是第一次来。 要不然，先让他去点菜吧。这主意好，江叔叔，他估计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大的地方，让他出去也好好长长见识。有什么了不起的？江叔叔，我做饭的手艺比酒店的大师傅都好，要不你别点了，我亲自去给你做一道菜。行，去。好，去吧去吧。 何先生，江总让我配合您做菜，您看需要点什么？啊，那个你们厨房有鱼吗？鱼？您开玩笑，这厨房哪有什么鱼呀？咱酒店还真是连鱼都没有。何先生，鱼那么珍贵的食物，都是放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放着。大厅？有啊。 就拿你来招待岳父大人了。奇怪，启凡怎么还没回来？兰兰，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跟高启凡这人在一块儿？我和他在一起怎么了？我喜欢他，我自愿的。就他，作为老同学，我可要告诉你，像他那种穷屌丝，八成是碰着你的外貌跟钱财的，你可不能上当啊！我不允许你们这样说他。兰兰，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呀。 是啊，兰兰，我们女孩子啊，最重要的就是看人。像他那种人，你跟他在一起简直是鲜花插到牛粪上。还是冯绍好，帅气又多金，而且啊，无论从相貌还是从家世上，你们可都是绝配。哈哈哈哈哈！汤来喽！哎，各位，刘总啊，我说让你去点个菜，你磨磨蹭蹭的，你饿出门吗？就是，你看你这做的是什么呀？一看就不好吃。 不可能，我做的饭吃过的人都说好。好香啊！这是什么汤？怎么会这么香？亏你们这些有钱人还标榜自己见多识广，连这都不知道，自己猜。你们看得出来吗？真奇怪，我开酒店这么多年，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可偏偏这道菜香味扑鼻，闻所未闻啊！小高，
能让我尝尝吗？当然。师傅，爸，味道怎么样？美味，真是太美味了！不可能，还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我来尝尝。确实好喝。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到了极致，这简直不是其他猪牛羊肉能比的。切，这帮有钱人真没见识，连鱼汤都别说。启凡，这到底是什么汤？怎么这么神奇啊？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鱼汤吗？你们连这个都唱不出来。什么鱼汤？好像真有那么一股鱼的气息。这小子还是真人不露相啊！没想到驾驶一条鱼，他能搞成豆汤喝？不可能啊！现存的每一条活鱼都会受到鱼类基金会的监管，别说是杀来吃了，就算是买，那也要经过层层的手续。你哪来的鱼？不就杀条鱼吗？哪有这么麻烦啊？我就近杀了一条。你少骗人！这附近哪有鱼？不就是大厅那条吗？什么？你把它给炖了？什么？你把它给炖了？啊！哎呦，我的鱼参啊！我的鱼，江叔叔，真的，我的鱼参！好啊，高启凡，你连鱼神酒店的鱼参你都敢煮，你简直就是疯了！不就是一条鱼吗？你们至于反应这么大吗？大不了送你们一条好了。不，价值10亿一条的鱼参，全世界仅此一条，你拿什么送啊？这吓完了呀！这鱼参酒店没了鱼参，这损失的岂止是10亿啊！就是因为他，在江家怕是彻底要破产了。就是啊，兰兰，我早都告诉你了，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你们别着急啊，我已经叫人送过来了，就在路上。我不就杀了一条吗？我赔10条好了。还在狡辩？我看你是想吃了逃跑，给我抓住他！高启凡，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还敢跑？放心吧，江叔叔，我一定要让他受到最严厉的处分，让他牢底坐穿。哎呦，鱼参都没有了，惩罚他有什么用？难道苍天要亡我江家呀？国际鱼类基金会会长钟群奉鱼王之命前来送鱼。鱼类基金会钟会长，您怎么来了？钟会长，就是这个，把鱼山酒店的鱼参给煮，您可一定要好好的处置它。什么？煮鱼？高先生把鱼参给煮了？就是他太嚣张了。煮了就煮了吧。啊，钟会长，您不处置他了吗？我干嘛要处置他？高先生又不是赔不起。钟会长，您是为何啊？我听说高先生需要几条观赏鱼，就立刻从库存里边挑选了几条极品小金鱼，送给你们鱼神酒店。这是金鱼？什么金鱼？那可是比金色锦鲤更加珍贵的变异品种啊！这不可能啊！金鱼不是已经灭绝了吗？目前可是有价无市，有钱也买不到。这些鱼都是免费送给你们鱼神酒店的，江会长，请您收好。真的吗？钟会长，我代表我们江家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哎，千万别谢我，要谢就谢高先生，他才是你们江家的恩人呐。我代表我们江家感谢你这个恩人。不用这么说，不用这么说，是我的错，不该以貌取人，误解了你的好意。这些年呀，我守着这个鱼神酒店，固步自封，不知变通，才导致江家逐渐没落。你把鱼神煮了，是在提醒我不破不立啊！有吧？小高，你的心我懂，我决定高启凡以后就是我们江家的女婿了。我宣布，将鱼神酒店赠送给他。什么？这么大个50亿酒店送给我？江叔叔，你糊涂了！你不选我，选一个卖水产的当女婿。小高，你的心就让我理解，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哦，原来是我多的。江叔叔，那你们江家的问题，就让这个卖水产的小摊贩解决吧。走。兰兰，江叔叔，我们特意把我留下来，有什么事呢？启凡，你快坐，快坐，快坐。启凡啊，
不瞒你说，你们江家现在是内忧外患，问题很大，不仅投资失败，冯腾云也是虎视眈眈。江家借结婚吞并我们江家的财产，我希望你能出手，帮我们江家渡过难关。可是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我除了吃不完的鱼，其他什么都没有。贺先生，你是没有意识到，您现在是坐拥万亿、富可敌国的鱼王啊！鱼王？什么鱼王啊？江叔叔，别听他们瞎说，那都是他们唬人的。高先生，你知道现在市场上的鱼价是多少吗？这个我当然知道，不就8、9块吗？看看。今日华尔街简讯，纽交所新上市100家养鱼企业，鱼类最新成交价：鲤鱼1亿1000万一条，鲢鱼1亿3000万一条。感应到强大执念，世界发生改变，海洋环境急速恶化，鱼类数量锐减99.99%，鱼成为全球珍稀资源，鱼成为全球珍稀资源。原来鱼类已经成为珍稀资源，那我们的1万多条鱼岂不是成为了世界首富啊？张叔叔、楠楠，你们放心，以后你们江家的事包在我身上。江会长，你召集我们来开会，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吧，我们都很忙的。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咱们商会请来了一位合作伙伴，有了他的加入，我相信我们鱼生病的问题就很快可以解决。一个菜市场摆摊的时候，张天兄，你把我们都当傻子糊弄啊！各位，你们是不是对高先生有什么误会？他非常有实力的。行了，他的底细啊，冯总已经告诉我，一个摆摊的穷屌丝也配成为我们商会的合作伙伴？刘家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集体退出商会，成为冯总的合作伙伴。大家说是不是？是呀，江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的鱼啊，再拖下去啊，就要死光了。红叶，只有冯总才能带领我们走向恢复，是不是都商量好了？你们太过分了！鱼生病的时候，是你们求着我们江家出资解决，现在我们江家出现了问题，你们又集体倒戈了。哎，江小姐，话可是这么说，我们加入江家商会是为了合作养鱼，实现共赢啊！现在商会的资金不断的下滑，我们的鱼生病了也得不到治疗，包括养鱼的医学团队也被挖走，那你说怎么办啊？江家的养鱼核心团队什么时候被踢走？我怎么不知道？人是我挖走的。不好意思呀，江叔叔，你的养鱼团队集体跳槽了，没来得及通知你，见谅。冯腾云，冯总好，冯总好。二位，你们加入我的麾下，算是你们来头。我高薪请来了一位养鱼界的顶级专家，有他一定能治好你们的鱼。各位，鄙人蒋博文。各位，鄙人蒋博文，常春藤联校生物医学博士，师从菲洛伊曼。菲洛伊曼教授就是那位凭借着人工呼吸养鱼法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米国教授。他是那位教授的徒弟。不仅如此，蒋博文可不是普通的学生，他是费洛教授的关门弟子。人工呼吸养鱼法就是他和教授合作发明。专业，这就叫专业。蒋先生，我们的鱼交给你有救了呀！还得是冯总能请来这么有实力的专业人士，不像江江请来这么一个俏梁小丑。啊，冯腾云这次花了这么大代价，看来是铁了心要高夸我们江家。没办法，就连世界最权威的生物博士都跟随他，江家难以招架呀。你是什么生物学博士啊？养个鱼还需要人工呼吸？这不是来搞笑的？大胆！你敢质疑我的养鱼？
我告诉你，我曾经跟着我的老师见识过3台解剖鱼的实力。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讨论生物医学？我以为你多专业了，才解剖过3条。哎，我跟你说啊，我杀过的鱼没有10000条，也有8000条。照你这么说的话，你那个所谓的师傅给我打杂的资格。好，我与何等之贵？我师傅能解剖3条，都是获得了美国总统的特许。你什么资格能够解剖10000条？高启发，无知就少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侮辱我请来的专家？不是，我说你们技术不行，怎么还不让人说呢？师长，我该是什么生物学博士，就是骗子。太口了，王总，此人挑战我的权威性，我不能忍，我要给他比试。比试？对，好，正好，今天商会的各位老板都在，那就让大家伙瞧一瞧，在养鱼的人，我冯氏集团和江家谁才是专家？高启发，我看比就赢，有什么不敢比的？啊！叔叔，你放心，养鱼这方面我虽然不是什么专家，但是肯定比他那个人工呼吸法靠谱。那好吧，我们答应，比就比。各位，这2条鱼是我和刘组养，不知为什么最近食欲很差，不愿意动弹。要再这样下去，鱼可能会病死。你们2位谁要是把鱼能治好，就算你们是赢。我选蒋博士，让蒋博士治不完的鱼。好，没问题。你真卑鄙！你明知道蒋先生必定把鱼治好，这小子可能把鱼会治死呀！你看，这么多人作证呢，你怕什么呀？治死了，大不了让江家赔你。好吧，高启凡是吧？你要是把鱼治死，我拿你10万！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苦读医学18年，今天终于派上用场，这个对我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各位，这条鱼经我的诊断得的是厌食症，血氧含量极低，用我的专业仪器很快就能治疗。这就是我自主研发的超声波震荡机，高频次的刺激，它很快就能恢复精神。哎，有用了，我们一块开始吃。蒋先生果然专业呀，简简单单一试就让我的鱼恢复了活力。冯总手下有如此能人，跟随冯总，未来制霸养鱼业指日可待呀！还制霸养鱼业呢？就他这种搞法，这个鱼迟早得死。你放屁！小子，狗屁不懂就不要胡搅蛮缠了。我的鱼好好的，哪里一死不了？高启凡，我警告你，好好给我吃！杨师傅，你们再救人一下。好。这小子搞什么鬼啊？王总，您放心，不管他干什么，都赢不了。哎，你在做什么？你把一把又臭又烂的泥扔下，你想害死我的鱼吗？啊！我就说了，这小子就是个蠢货。这种搞法，鱼不死都难。你说高启文这样做真的有用吗？事到如今，只能相信他。你们看，鱼死了！我的鱼，你们看，鱼死了！我的鱼，哎呀，我的鱼呀！是你这个混蛋，害死了我的鱼！这么激动干什么？谁说他死了？他只是没动而已。你看啊，本来他还有一线生机，现在你真把他治死了！各位，我早就说，这家就是个装模作样的废物。怎么看？酿成大祸！我劝你们呀，还是弃暗投明，早日加入我冯氏。冯总说对了，这现在果然不行了。说的就是我。一个菜市场的小商贩，哪能和人家医学博士比？难道我们江家
辛苦打下的基业就这么完了吗？蒋先生，求求您了，您出手吧，救救我的鱼吧！都怪我相信了这个混蛋，只有你能救了。放心，李总，举手之劳而已。我这就拿我的仪器治你的鱼。慢着，你要真这么做的话，这条鱼就跟刘总那条一样，必死无疑了。放屁！刘总的鱼经过我的治疗，活蹦乱跳，凭什么胡说八道？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不是你们干的。我的鱼，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死了？你不是说能治好吗？他怎么死了？这不可能，不应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搞的这堆烂泥，破坏了环境，鱼被毒死的。哎，可别胡说啊！你那条鱼我碰都没碰，明明就是你治死的。那医学博士，庸西，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不是也治死了吗？等等，你们看，刚取繁殖的这条鱼动了。这个呀，我的鱼动了。这鱼在干什么？它产籽儿了！我的鱼产是鱼籽儿，我的鱼产籽儿了！不可能啊！我的鱼都被治死了，这小子怎么可能把鱼救活？还产籽儿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让你不要让他治，你偏不信，这怪谁？启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刘总的鱼刚刚还好好的，现在就死了呢？因为他一开始就判断错了，这两条鱼根本就不是厌食症，而是到了繁殖期。繁殖期？没错，繁殖期的鱼啊，最容易受到惊吓。他刚才用仪器刺激了鱼，然后又喂了一大把吃的，那鱼啊，不死也废了。那你为什么要往里面加这些烂泥杂草啊？因为啊，鱼儿最喜欢这样的环境。你们没听过一句话吗？叫水至清则无鱼。养鱼啊，环境最重要。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鱼会产籽儿呢。哎呦，我的宝贝儿子终于传宗接代了呀！李总，这是女吧？哦，对，我的宝贝儿千金。这不是说可以治好吗？这怎么办呀？我怎么知道？这些知识，我老师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不管，你们得负责。你们给我的鱼儿偿命！我让你赔偿我的损失！干什么呀？比试是你自愿，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别忘，刚刚是你抢着要让我们治的。冯增远，你什么意思？你不管啊？养鱼是什么？是投资啊！投资哪有不赔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各位，你们都看看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冯总，把别人的鱼治死，他管都不管。这样不负责任的人，你们确认还要跟随他吗？说的对呀，这冯东尼呀也不可信，我们不能跟他合作。我们的鱼关系到我们的身家性命，万一出了差错，我们就完了。高先生，您不用说了，您治好了我的鱼，我们李家上下几十口人，感谢您。以后我李辉鹏誓死追随您。我也是，高先生，以前是我无缘无助，我以后跟着你了。我也是，不退出。你们这帮枪头子果然靠不住啊！去你妈的！我的鱼都治死了，你还在这装？好啊，既然你们给脸不要，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进来！你们要干什么？冯腾云，你要干什么？坐着。既然到底抢不通，那我就不废话了。只要把你们都抓起来，江城的渔业资源就都是我一个人的。动手！走！谁敢动高先生？大厦股神李总，投资界3把刀，这不是娱乐女王刘家河吗？还有这位，这不是阿拉拜石油王子安台大佬？他们怎么可能到咱江城来呢？三位大佬，你们怎么来了？你是谁？在下冯腾云，这江城啊，可以说是我的地盘。没想到3位居然来到了我的地盘，真是招待不周，有失远迎啊！你的地盘？笑话！高先生都没说话，你有什么资格说是你的地盘？高先生，他凭什么？他凭什么让你们这样称呼他呀？就凭高先生是养鱼界的第一人，传说中的鱼王。什么？高先生是鱼王？鱼王？鱼王？难怪他这么专业，原来是养鱼界的王者。鱼王，完了，我居然得罪了鱼王。你和鱼王大人作对，得问我们3大叔答应不答应？给我滚出去！是，走。以后养鱼界为高先生
一人独尊。拜见鱼王大人！拜见鱼王大人！各位啊，吉时已到，剪彩仪式现在开始。好。恭喜高先生了，在结婚的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为您的养猪场剪彩开业，可谓是双喜临门啊！谢谢大家。不过，我代表广大网友想请问您，在过去的3年里，你已经通过养鱼成为了全球首富，被称为鱼王，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渔业，转而去养猪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鱼价被炒得虚高，价值超过1个亿一条，实在是太过分了。而如今，全球的鱼量已经慢慢恢复，鱼价也恢复正常，咱们普通人也都能吃上鱼了，这是一个好事儿。至于我这个鱼王嘛，当不当也无所谓。高先生不愧是投资界的新一代王者，这等觉悟和责任心，真是让我们为之佩服啊！哪里，我现在只想把猪养好，把日子过好。好，真好，鸡蛋，我支持你。什么？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各位，紧急消息！由于一场神秘猪瘟席卷全球，家猪大量死亡，猪肉价格暴涨了100万倍。专家称，养猪将成为投资界最大的风口。什么？